2026年4月，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军港一面韩国太极旗在剑桥上升起。ROKS 张英10号 KSS-3 计划第2批次手制艇排水量突破4000吨，直接在西方国家脑门上敲了一记重锤。这不是一艘普通的来访潜艇，这是大韩民族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潜艇，是韩国军工打造过最大最具雄心的水下工程。排水量3600吨水面，4000吨水下，锂离子电池潜航系统叠加基于燃料电池协同 AIP 的能力，全球仅有极少数国家才能掌握的空气无关推进技术，被韩国人一口气全部塞进了这艘89米的钢铁巨兽。更夸张的是它的导弹火力，第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机配备6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已经足以发射玄武 IV-4 潜射弹道导弹。第2批次直接翻倍扩容到10个单元，从朝鲜半岛水下试射，射程超过500公里的玄武 IV-4 或 KSLBM 潜射弹道导弹，可以直接覆盖平壤、新义州甚至更远的目标。这不是防御，这是对北方政权的极致战略拿捏。而现在，这艘大韩民族水下王牌抵达了加拿大，公开撬动北约600亿加元的潜艇换代计划。面对老态龙钟的俄制基洛级 KSS-3，凭借锂电、AIP、10单元垂发、燃料电池等压倒性技术优势，建立 KMPR， 可谓是无人能及。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这艘史上最先进的潜艇。时间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海军靠的是德国209型潜艇的授权生产版张宝高级，1200吨排水量，核心技术全部依赖德国，放在日本海和朝鲜潜艇捉迷藏也只能算勉强够用。进入21世纪，朝鲜不断试射潜射导弹，甚至2016年就成功发射北极星1，虽然残破，但位置就在韩国眼皮底下。首尔面对的不是军事压力，而是羞辱感。一个长期被制裁的穷国能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曾经的技术援助国反而做不到，于是决心下了一切从零死严。韩国政府拿出数十亿美元拨款，联合国防科学研究所、韩华海洋以及数百家本土配套商，目标只有一个，造出一款世界最强常规潜艇。2018年 KSS-3 计划第1批次手制艇岛山安昌号下水，虽然只有3000吨左右，但史无前例的在指挥塔桅壳后方塞进了6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成为全球少数能够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的常规潜艇。韩国当时宣称已跻身全球潜艇强国，第1批次一共造了3艘，分别于2021、2023、2024年交付韩国海军。但韩国人并未满足，他们的野心才刚刚开始膨胀。第2批次的目标定得更高。根据韩华海洋与韩国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公开的资料，2025年10月，张英10号在聚集岛船坞下水时，全球军事媒体集体沉默了。这艘 KSS-3 计划第2批潜艇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潜艇，更是韩国工业史上最大、最具雄心的潜艇工程。它的尺寸全面膨胀，全长89.4米，宽9.7米，水下排水量达到约4000吨，批量建造3艘，后续批次的排水量还将继续增加。动力系统上，第2批次保留基于氢燃料电池的辅助、空气无关推进技术外，还大胆抛弃了传统的铅酸电池，转而引入经过实战化检验的韩国产锂离子电池潜航系统。根据韩华海洋的官方说明，锂电系统能量密度远超铅酸电池，让 KSS-3 第2批次潜艇的水下高速机动能力比第1批次提升300%，经济续航力提高160%，就算被朝鲜反潜机追踪，也能快速摆脱。这正是锂离子电池潜航带来的生存保障优势。AIP 系统让它能在水下潜伏数周不必浮起，锂电系统则为其注入水下瞬间冲刺的爆发力，两者搭配动静结合，让张英10号在敌方反潜网面前具备了可蹲可跑的双重保险。这也是 KMPR 技术体系中最核心的压制要素。放眼全球常规动力潜艇，同时拥有成熟 AIP 和实战级别锂电的型号屈指可数。韩国人用自己的方案证明，在柴电潜艇领域，他们已站在世界第一梯队。最凶狠的升级是导弹火力倍增。第1批次岛山安昌号机配备6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可以装填玄武 IV-4 潜射弹道导弹或玄武 3C 巡航导弹。第2批次 KSS-3 计划将潜艇的 KVLS 单元直接翻倍，增加到10个。这意味着张英10号一次出航就能向朝鲜境内至少10个战略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如果全部装载潜射弹道导弹，单挺火力足以瘫痪朝鲜东西海岸的多个军事指挥节点。根据韩国军方公布的发展路线图，后续批次还可能将 KVLS 单元增至12个以上。一艘常规潜艇的火力密度直追小型核潜艇，这就是韩国人压倒性反应 KMPR 的核心底气。北方政权还在靠为数不多的老旧米格29和飞毛腿导弹维持面子，韩国人已经把10枚潜射弹道导弹塞进了一艘潜艇里，水下威慑力早已不在一个维度。让我们看看朝鲜的水下力量，朝军拥有约70艘潜艇，数量可观，但技术水准基本停留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绝大多数是排水量不足300吨的袖珍潜艇，从国外引进的老式033型潜艇，以及自制的新普级弹道导弹试验潜艇。即使是朝方最引以为傲的北极星系列潜射导弹，发射平台也极其有限，目前仅有1艘能搭载导弹的试验型潜艇，且每次出航只能携带1-2枚导弹，更不用说它的韩国合作伙伴曾在2025年成功完成玄武 IV4 潜射弹道导弹的最后定型试射，其导弹命中精度据说已达到米级。更大的问题在于朝鲜潜艇的生存能力，噪音过大，水下续航极短，几乎没有现代化反潜侦察设备。演习时甚至一度被韩国的 P3C 反潜机全程护航，却毫不知情。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张英10号在水下与朝鲜老旧潜艇遭遇，双方都发现有对手存在，朝鲜潜艇声纳老旧，无法远距离定位，必须逼近才能发射鱼雷，而 KSS-3 配备的先进舷侧阵声纳和拖曳阵声纳，可能在几十海里外就已锁定目标位置。张英10号的指挥官甚至不需要冒险，只需浮起通信天线，召唤 P8A 或海上的巡逻机投放反潜鱼雷，甚至不必自己动手。这种体系化降维打击，让朝鲜的潜艇部队只能在近海瑟瑟发抖。反过来，如果韩国潜艇需要主动出击，张英10号的锂电动力系统能让它以超过20节的水下速度一路狂飙，提前抢占伏击阵位。朝鲜的033型潜艇连它的尾流都追不上。正因为这种完全不对称的战场优势，韩国海军才敢于将压倒性反应作为 KMPR 战区的最高指导原则，而张英10号正是这套战略最锋利的毛尖儿。最令外界震惊的不是张英10号本身的参数，而是它为何出现在加拿大。2024年起，加拿大正式启动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计划采购最多12艘新潜艇，预算高达600亿加元，面向全球招标。德国的蒂森克鲁伯海事系统公司拿出了顶级方案，但韩国人直接驾驶着一艘现役潜艇停靠哈利法克斯，用实际行动给加拿大海军看，这让加方决策者有了一个极难拒绝的理由。不需要看 PPT， 你眼前这艘现货就是正在服役的当打兵器，交钱就能快速成军。更深的层次是，韩国人已将潜艇推销与地缘政治精准绑定。对加拿大而言，采购 KSS-3 不仅是一次武器换代，更是在亚太方向对美国盟友身份的背书。当北极航道成为大国博弈新焦点，俄罗斯北方舰队气势汹汹地前往北大西洋，加大水下活动力度时，加拿大皇家海军感到危机，急需一种远洋作战能力强、静默行动、打击火力重的水下平台。而 KSS-3 在厂家的战场推演中，已初步展示了在冰岛到法罗群岛缺口监视俄罗斯核潜艇的能力。这正是张英10号此行的深层目的，让北约看见韩国不仅能自造潜艇，更能参与西方水下联盟的集体防御。现在必须把目光投向朝鲜方向，因为张英10号的设计底线从一开始就锁定为对朝压倒性反应。2023年到2025年，朝方连续进行多次弹道导弹发射，甚至直接飞越日本上空，挑衅范围从半岛扩大到太平洋。韩国已不再满足于陆基玄武导弹的威慑力，他们需要的是一套敌方无法预测、无法在第一波打击中摧毁的反制手段。潜射弹道导弹的价值就在这里。张英10号可以在朝鲜东海岸或西海岸外海任意点位的300到500公里处悄然上浮，发射10枚玄武 IV4 潜射弹道导弹。这10枚精确制导弹头足以让朝鲜任何一个大型军港或导弹基地瞬间丧失战力。如果全部换成玄武 3C 巡航导弹，火力覆盖范围还能进一步向内陆延伸，且第二批次的 KVRS 单元经过特殊优化，
甚至具备发射未来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力。这才是 KSS-3 第二批次真正的恐怖之处，它不是一艘用来巡逻的柴电潜艇，而是一座移动的海底导弹阵。回到最初的问题，一艘韩国潜艇为何敢闯入北约水下对抗的最前沿？答案就写在张鹰10号的技术清单里：4000吨排水量、锂电加 AIP 双动力、10枚潜射弹道导弹、模块化垂发系统、全球数得着的静音水准，这是常规动力潜艇领域世界最强的有力竞争者。韩国以30年前组装德制潜艇起步，用3代 KSS-3 计划走完了西方海军半个世纪的进化之路。如今大韩民国海军已跻身全球潜艇技术最顶尖的少数国家之一。当乌克兰人宣称他们在近海用无人艇将俄制基洛级炸出大洞，而俄军却无力反击时，张鹰10号已经横跨太平洋，用实艇向整个西方世界推销自己的水下造舰能力。几十年前，朝鲜偷走了弹道导弹技术，韩国人靠自主研发造出了更强的潜艇。几十年前，俄罗斯把基洛级卖给亚洲，如今韩国潜艇已经不再需要进口。根据全球顶级军力评估机构 GFP 于2026年1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军力排名中，韩国在全球145个受调查国家中位列第5，得分 0.1642 分。这已经是韩国连续3年稳居第5，紧随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把法国、英国甩在了身后。要知道2013年韩国仅排名第9，一路攀升至第5并稳稳站住，这足以说明近年韩国国防工业的持续爆发。如今的韩国军队约有超过56万名现役军人，预备役兵力在全球也名列前茅，在自行火炮、牵引式火炮、护卫舰力量以及预备役兵力等项目上均获得了高分。朝鲜在2026年 GFP 排名中位列第31，得分 0.5933 分，与韩国差距悬殊。朝鲜曾在2019年冲至第18位，此后断崖式下跌到2024年的第36位。即便这2年有所回升，也只是从谷底爬上来喘息。但 GFP 的前5名排位似乎有点讽刺，韩国是前5名国家中唯一不拥有核武器，主要以常规战力和基于与美国的同盟的威慑体系的国家。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排名泡沫，而是宣告韩国的常规战力本身就是一种终极威慑。2025年8月，韩国宣布启动规模达数亿美元的联合演习，代号忠诚之刃，在黄海和日本海同时展开。演练内容包括远程精准打击、反潜扫雷以及电子压制。而在经济维度，全球排名前5的军工出口国中，韩国是唯一在2018年至2023年间市占率翻倍的国家。这一地位足以让其他老牌军工出口国都不甘沉默。从欧洲的波兰到亚洲的印度、中东的沙特，再到现在的北约成员国加拿大，韩国的 F-150 轻型攻击机、K9 自行火炮、K2 黑豹主战坦克以及新一代 KSS-3 潜艇已成为北约弹药库中罕见的东方面孔。作为全球第5军工大国与科技强国，韩国被认可为某种意义上的最强国，或许还有争议，但它站在时代的地缘前线，与世界上最敏感的军队之一对抗，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法否认。随着深海冰层在北大西洋逐渐解体，潜艇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多地走上全球战略对抗的最高层赌桌。而此时，大韩民族的水下舰队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场关于韩国张鹰10号潜艇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如果 KSS-3 第2批次投入批量出口，它将抢走多少传统俄制潜艇的订单？当朝鲜潜艇还在港口缝缝补补时，韩国潜艇已逼近北约门槛，这种代差会让半岛水下对峙出现根本性转折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评论区继续，下期再见。